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夏河夏叔。2023年就要结束了，这期节目将是本频道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，咱聊点啥呢？应很多广大网友的强烈要求，让我聊聊理财。干嘛让我聊理财呢？因为很多人对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好奇组成部分就是：你哪儿来那么多的钱？你是干什么的就这么有钱？说到这儿，我想和那些酸不溜丢的观众说一句，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钱。如果呢，你在这一方面对我有什么仇视，那你真的是找错了目标对象。你得赶紧把这个枪口回到墙内去，对准那些每天骄奢淫逸的富家子弟一顿猛攻开炮。我放在这个社会中去，充其量算是一个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那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人就要不信了，要举出来非常多具象的例子，比如说我见过你这个，我见过你那个，你的家的视频我们也都看过，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？统统给我说清楚。好，我今天老实交代，我就站在一个平凡的老百姓的角度上，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谈一谈我个人这20年的一个理财感受。因为谈不上经验，我觉得教人理财的那都是超级大骗子。那些每天在网上左一段右一段短视频的财经博主、理财达人，他自己发财了吗？既然有那么多的投资管道都可以升值保值，他为什么不去赶紧抓住那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反而天天盯着网民兜里那仨瓜俩枣呢？所以我认为，任何一个人谈到理财二字，只能叫做什么？自我分享。但是你绝不能去教育他人，因为同一件事情，有人做他就发财，有人做他就赔钱。真正能够主宰你一生财富总量的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更不是网上那些忽忽悠悠的傻逼博主们，而是你的生辰八字，一组你永远改变不了的序列代码。所以今天叔叔在这里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自身经历，对于你来说，切记只是一个故事会。我个人打理财产主要分为3个板块，第一个板块就是房产。说到房产，我必须得聊一聊前世今生。关于我的前世今生，我过去在内地的网上说过也不止一次了，但是终究他们都被炸号了。很多在海外新认识我的观众朋友们也没有听过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就简短的描述一下我是打哪儿来的一个什么东西。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小康家庭，我10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，我判给了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很快就再婚了，我父亲娶了我一个曾经认识的阿姨，因为他出轨的那个对象就是他们单位的出纳，也就是后来我的继母。当时我继母和她的前夫有一个3岁的儿子，我父亲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，也就是我，他们俩结合之后，过了几年又生了一个小女孩，也就是我现在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明白了吗？除此之外，我家里面都还住着谁呢？我父亲这边有我，有他二哥家的4个孩子，因为他二哥二嫂都在同一年得癌症去世了。这些孩子呢，大的20，小的呢可能13岁，就都搬来我家住了，住在我家的1楼重点1楼，也就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住别墅了，没什么可凡尔赛的，但这是事实。因为这么老多人住在一起，他首先地儿得够用。我继母那边的派系呢，有我继母他妈，有我继母他妹妹，有我继母
新生这小姑娘，然后有我继母她妹夫，这些人呢不一定每天住这儿，但是每天都来到这儿定点报到来，没有一天不发生矛盾的，无时无刻不在勾心斗角，每天游走在这个家族里面各种复杂的关系里面，永远都在担忧这个家到底有什么是会属于你的。这他妈是什么日子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日子堪比人间地狱。但是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双面性。我的童年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贵的人间地狱里面，给了我长大以后非常好的一个锤炼，就是我的心理素质特别的强大，就是没有任何人能斗得过我。当有人有意无意的伤害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本能的像一个阿修罗一样，拉响自己身体的所有警报，随时准备向对方一刀砍过去，直接毙命。在很多年里面，这都已经成了我的本能反应了。我是老了以后才去回溯我的年轻时代，我当时有那么恐怖吗？我现在想想，好像是真有。但是我为什么会那个样子？我为什么会那么的敏感？为什么有的时候别人可能只是扎破了我的手指，我就直接捅向了对方的心脏呢？因为2个原因。第一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天性，这跟我是什么他妈妖孽投胎轮回转世变的有极大的关系。第二点，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，当别人刚刚开始经历这个社会还一片懵懂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在宫斗剧里面活到第5世纪了。所以在我14岁那年，我的父亲为了停止家里面的纷乱与斗争，把我送去了北京。为什么在那一年我父亲不得不这么做？因为我的继母马上就要临盆了。他认为一个孕妇说不得，一个离异的孩子也打不得，他夹在两头，左右为难。于是乎，我从此便离开了东北家乡。为什么聊房子要提前交代这些？因为这就是我很小便有了自己房子的根本原因。我的父亲内心总觉得对不起孩子，自己离了婚，又把孩子送到了北京去读书，一年也见不着个1、2面，能给孩子付出点什么呢？给钱吧。这就是我从小就养成了挥金如土、大手大脚的坏毛病。因为我的父亲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愧疚，所以父亲从来不拒绝我任何的要求。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在北京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子。2003年，中国正值房地产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。在那个时候，房子几个月就是一个新价格。我当时就灵机一动，我想说，我他妈也没什么正经工作，而且我的职业就是一个全职的网瘾少年，我也不想找工作。那我的钱从哪儿来呢？过去你是个学生，你月月跟你爸要，你还能编出点理由。现在你也毕业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偷偷把这房子给卖了。卖了以后呢，我手上就有了一大笔的现金，
我先是拿着这一大笔现金去了一趟香港，在香港待了3天，花了4万块钱，然后回了北京。回了北京之后，我就把剩下的那些钱跑到当时的通州去分期付款，买了2套房子，然后我就住一套，租一套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以租养贷了。但是还是不够我花的。但我这个人命总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很快我就迎来了又一次有钱的机会，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呢，给很多北京的建筑公司提供原材料。在那个年代呀，房地产商都非常的缺现金，因为他们要不停的贷款，不停的拿地，不停的盖新项目，所以呢，这些工程的部分就拖着欠着不给。我父亲就只能跑到北京去，跟这个喝酒，跟那个喝酒，喝好几天下来也结不下来账，最终人家可能就拍一拍我爸的肩膀，大哥，我是真没钱，要不然就这样吧，我还有一小户型，我把这给你，咱俩过户去，过完户之后不论多少，咱俩账就两清了，反正要现金没有，要房子你看你要不要吧。那我父亲也只能要啊，要来了以后，我父亲就把这些房子都写在我的名下，交给我来打理。于是乎，我就一边上网，一边花着房租，最终把口味养得越来越刁，房租根本就不够我用的。于是乎，我就只能偷偷的卖房。我记得我本来最高峰的时候，名下是有4套房产，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，5年间4套房产卖的仅剩1套，也就是我住的这套。如果我这套再卖了，我就无家可归了。可能很多人这时候要问我了，没关系啊，你不是有个有钱的爹吗？你去跟你爹要去。我告诉你，到2008年的时候，我爹已经不行了，他们那一代人就过时了，被时代给淘汰了。他基本上就是每天四处的想做点什么生意，但是根本挣不着钱，我就有了很大的危机感。那你说我这家当也快卖完了，我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？那好死不死，我在网上它就红了。但是那个年代中国是没有网红经济的，一个人你在网上再有名也没地儿变现去，您就是拥有了一大堆粉丝，天天讨论你，就叫做干红。于是乎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该如何利用这个互联网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呢？就做了很多的尝试，也挣到过一些，也赔了不老少。今天看起来那都是小钱。辗转之间，时间就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，2013年，也就是10年前。到了2013年的时候，中国整个的网络生态已经逐渐趋于成熟。于是乎，我就逮住了这个机会，创立了自己的护肤品牌，做起了网红经济的生意。但彼时我已经30岁了，经历过那个荒诞的青春，也经历了很多跌宕起伏，我渐渐就成熟了很多，也有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。当时我望着自己每年几千万的收入，我就跟自己对话：夏荷，荒诞的青春你已经走过了，那很绚烂。这10数年是你那位老父亲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能力都奉献给你，去点燃了你璀璨的生活。然后今天你用你这个用心经营出来的网络赚到了很多钱，你是否应该学会居安思危？你是否应该回报你的老父亲一点什么呢？于是乎，我就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房。在2013到2017的这4年里面，我平均每年都至少要买1到2套房。我在最高峰的时候，手里有一大抽屉的房产证。首先，那个年代房子还呈上扬的趋势。其次，以当时我的认知来讲，不太懂得更多的投资打理方式，就只能认准传统的房产项目。第三，
我内心有一个非常深的情结，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吃喝玩乐10数年，把父亲留给我的那些房子败个一干二净。我把它们一套一套的都买回来，让我父亲安心，以告慰他在天之灵。当你拥有了这么多房子的时候，其实房子对于你来说已经和居住甚至和家这个概念没有关系了，它们就是一堆产品，它们就只是单纯的理财产品。于是乎，在这些理财产品有利润空间的时候，我就不停地折腾来折腾去，买进卖出，买进卖出，就是一顿骚操作，基本上每一套都赚到了钱。只有一套没赚到钱，就是我今年卖的那套，赔了30万块钱，也不是很多。但是在如今这个房产的末世上，你能卖出去，你都是人生的一大胜利。所以我个人对于中国房地产是有一个非常近距离的观察，也有多年的实操经验的。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看好中国房地产的呢？是2019年，那时候楼市还在高位上，我那时候就开始劝很多的身边人，是否应该趁着现在房市还不错，把那些闲置的房产处理一下。在这里面我敲黑板画一个重点，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闲置房产，能听懂吗？闲置房产，也就是说，在你的生存和生活质量能够保证的基础之上，余下来的那些投资房产，你赶紧给我处理了。但是有一个族群经常向我写私信，发来灵魂拷问，我从来不敢回复，那就是叔，我就一套房，我该不该卖呢？但就一套房也得分什么情况哈，你这套房有非常高额的贷款，如果你再按照当年的那个利息去还的话，会给你造成巨大的经济危机。那我认为就一套房你也要甩掉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这房子没有那么大的贷款，你个人也有正常的收入，这个房子已然就变成了你唯一的房产和唯一的家，那你该不该卖呢？这个得看你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是什么。如果是我不会卖，它就是赔了，我就当消费了，我给自己建立一个乐园，建立一个港湾。就像我现在这个家，我从去年到今年1月份装修这个房子，统共花了人民币1300多万，因为它不是装修，它是推倒重建。而在日本，装修的费用又是中国的2、3倍之高。很多人都警告过我，夏河，这个时代可不好挣钱了，1000几百万你就这么哐哐的造，这可是不能生财的钱呀，这是纯消费呀。我知道这是纯消费，将来有一天就算你卖房子，也没人会为你豪华的装修买单，但是我还得消费。我身后有2棵罗汉松，是11月份才栽种的。我们都知道啊，顶级的罗汉松非常的昂贵，一棵罗汉松从采购到运输到栽种，平均成本要25万人民币。那2棵罗汉松，一个70多年，一个50多年，他俩值50万人民币。请问他俩他妈是能吃啊，还是能喝啊，还是能给你下崽儿啊？都不能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他们种在了我的院子里面，他们会给我带来非常好的气场，他们会给我赐予好运。好运值多少钱？好运可不是几棵树能买来的，对吗？所以至少得有一个栖息之地是我个人的底线，但它是否是某些人的底线呢？这个就得根据您自己的心灵需求来定了。如果你是一个租房子住地下室都无所谓的人，那你就卖吧，
卖了以后呢，你这钱你看看你投什么是什么，反正房子是注定要贬值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家人、你的小孩、你的伴侣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而你就一套房子，那你把它卖了以后，这些人都去哪儿呢？你随便租一个，大家的生活质量是否会下降呢？如果卖掉这套房，你们一干人等的生活品质都会大幅度的下降，那就别卖了。因为我们理财也好，投资也好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生活享受，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舒适一些。如果连舒适都打破了，那理财干嘛呀？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关键词叫做闲置房产。聊完房子，我就要聊一聊我人生第二个理财的管道——数字货币。我接触数字货币时间不久，是2020年才开始接触的，是因为我有一个接触了数字货币的朋友跟我分享了很多讯息，于是乎我才第一次茅塞顿开，开始重视数字货币。也赶巧了，当时正好是我对房产已经完全丧失兴趣、完全丧失信心的时候，我就很自然的把一部分资产去买了比特币。我第一个买的币种就是比特币。2020年，当时的比特币是$8000一个。我买了多少个呢？一开始啊，我就想说我先少买点儿，因为这个东西有风险，而且咱毕竟没有任何的币圈经验，先少买点儿。买了20个，买了20个，过了3天之后，自己就琢磨，哎呦，你看这币圈的朋友们啊，都把这玩意儿吹得神乎其神，我是不是买少了？我再买点儿。3天之后，我又买了30个，这时候我就有50个了，对吗？它好死不死，我买到第50个时候，它就从$8000涨到了$8600。我想说啊，3天就涨了$600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！我就抄起电话打给了那个币圈的朋友，我说：“你说这个比特币哈，它能涨到什么程度上呢？”对方就跟我说了一句：“至少$50,000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不会吧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人比特币过去是从几块钱美金升到了$8000多的，翻了多少倍？你自己算算。”我说：“可是啊，它是否已经过了它最飞速发展的那个历史周期了？你现在买它也涨不了这么多。”结果对方就非常笃定地告诉我：“肯定会有那一天。我就告诉你吧，我的钱比你少，我现在兜里就揣了3万块钱，我所有的资产全都买了比特币了。”我说：“啥？你是真敢说嗨啊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就信这个，我以后每月就花工资了，剩下钱都买这个。”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半夜11、2点，我就开始琢磨来琢磨去。好家伙，哎，人家都梭哈了，我咋也得梭一半吧。我就开始上网自己去找各种币的资源，找完之后，从晚上的12点半到早晨7点，我一夜没睡。你知道这一夜我买了多少吗？这一夜我又买了60个比特币，也就是4天下来，我就买了110个比特币。当我拖着黑眼圈蒙上被睡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再醒来是何年何月。总之，外面天又是黑的。我就打开手机，哎，稀罕稀罕我刚刚买这110个大饼，我就这一刷，$8800。我想说 ，Oh my god！ 我他妈早干嘛去了？夏河，你这个臭傻逼，简直！你真的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。你早年干嘛就知道一套一套的买房子？如果你2013年就知道买比特币的话，你现在身家都多少亿了？你干嘛去了你？曾经无知，
那是过去。今天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就不能再愚昧下去了。接着买。在那年的冬天，我在最高峰的时候，一共持有了多少比特币？你知道吗？210个比特币。茶不思饭不香，人生什么都不香了。哎呦，什么化妆品呢？什么网店呢？什么营销啊？什么直播带货都滚你妈的，简直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在比特币面前啊，那些东西都不值得一提，像灰尘一样。转年春节，我又开始迷上了以太坊。当时我正好在三亚过年，你们也知道，中国那几年正处于疫情的封控期间，大家都出不了国，所以有非常多有实力的人都在三亚过年。大家闲着也没事啊，就是每天吃吃喝喝的聚会。于是乎，我们就开始各种的聊币呀。很多人就说：“哎，币到底是什么呀？你给我讲讲，不然我都跟不上时代了。”于是乎，我就给他们科普，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啊！如果你现在还不上车的话，你就傻了。然后我的朋友们自己就在币里面开发出来了新的各种各样的道路。什么狗狗币呀，什么 feel 啊，各种各样，我现在连名字都记不清楚的小币种，他们就开始玩这些。我说不是说好了咱们只玩大饼和以太坊的吗？怎么你们开始玩这些了？他说夏河啊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还教我们呢？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你了。大币种涨幅毕竟是有限的，小币种动不动一睁眼睛就翻10倍。比如说我们玩的这种狗狗币，上个月6分钱，这个月几毛钱，你算算涨了多少？你还死死的守着大饼以太坊，你土不土啊你？于是乎，我就开始挪大饼里的钱。5马倒6羊，6两倒8鸭子，8鸭子倒10只鸡，最后就倒出了各种各样的小币种。我记得我当时除了大饼和以太坊之后，还持有6种小币种。最后这6种小币种有一些就挺不住了，有5种我都给割肉了，这5种全亏钱。最多的亏了50%，最少的也亏了30%。我再把这所有的小币种里亏完钱，剩下的这份资金挪出来干嘛呢？全部砸到狗狗币里。因为当时有一个灵魂人物，天天在他们网上当狗币的吹子，他就叫做伊隆马斯克。于是乎，我就在狗狗币5毛7美金和5毛6美金之间，你知道我买了多少吗？我买了1600万人民币的狗狗币。我不但自己买，我还安利我身边的朋友给我重仓狗币。还好，我这些朋友都还挺有本事的，心胸也比较宽广，不然的话，我早被他们剁成肉泥了。因为现在狗狗币只有8分钱，前一段时间只有6分钱，而我们是5毛7买的，你算算亏成什么德行了？也就是说，在这些年里面，狗币亏掉了90%。他们现在还原封不动地趴在我的户头里面，我一个都没动。我此刻依然在做着春秋大梦，奢望他们有一天能涨回来。您觉得能实现吗？随便吧。虽然亏了90%，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因此难过过。如果我难过，我早割肉了。我现在呢，就当这笔钱从来不存在，扔在里面。哪天如果你们发现狗狗币涨回来了，麻烦在留言里提醒我一下，我就知道老天还给我了。如果有一天这他妈狗狗币都跌到清零了，没关系，
命里注定这笔钱它就不是你的。也许有一些数学比较好的人，此刻会提醒我，叔，不对呀，你不还有60个比特币呢吗？那你看比特币，您才8、9千买的，现在又回到4万美金了，你还是赚了很多钱。没错，是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你也不算算我在别的币上亏了多少钱，我可不只亏了一个狗币哦。以太坊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，我天天开杠杆，有一次我把以太坊的杠杆开到了70倍，10分钟爆仓亏了570万，10分钟的时间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我操作的不好，是当时他妈那个王八蛋的平台叫火币，他妈拔电线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天晚上我已经做好了丰收的准备，10拉9稳，结果那个软件打不开了。当它再能打开的时候，一无所有了。说完这一大堆烂糟的故事，叔只是想给大家讲一个道理：数字货币有没有未来？我觉得有，但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就可以把自己卖房子的钱、仅有的积蓄，甚至是借来的钱，跑到数字货币的这个大血池里面来兴风作浪，等着发财呢？您自己考虑好。这个里面的风险性极大，挣着钱的你欢欣鼓舞，臭嘚瑟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是赔的倾家荡产，甚至有多少人他妈跳楼的吗？太多了。你不要忘了，这是一个庄家游戏。庄家游戏的逻辑是什么？它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。所有挣钱的人挣的就是那些别人亏的钱，这是这个游戏的底层逻辑。它非常的像我们这个宇宙，宇宙是守恒的，就这么多财富。当你瞬间拥有了自己可能10倍的财富，就意味着很多人在血亏。所以这个游戏是不可能达到集体富裕的。数字货币它是一个游戏，但它并不应该成为大多数人的职业。第3种理财方式，也是我个人最挚爱的，大家也看到了哈，我每天这个珠光宝气的造型就是我的珠宝。很多人一直问我这样一个问题，叔啊，珠宝能作为一种投资理财吗？我相信99%的珠宝商都会告诉你能。那好的珠宝就是升值的，就是涨价的，你买没有错。但是我摸着良心告诉各位，珠宝它能升值，但是大部分人的珠宝是绝对不可能升值变现的。因为珠宝是一个非常小众且无限庞大的世界，听起来有点矛盾，对吗？说它小众，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根本不需要珠宝，所以大多数人对珠宝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。这不是一个错，你们不需要关注到这个领域，因为珠宝升不升值，我说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啊，跟这个世界上99.99%的人屁毛关系都没有。您不用琢磨这事儿，它跟你不可能有一丝关系，因为自古以来珠宝都是极小众的一小撮人的游戏，而它为什么又是庞大的呢？因为在珠宝这2个字里面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五彩斑斓，它需要庞大的知识累积，它需要长年累月的实操经验。啥叫实操经验？在珠宝的世界里面，每一个经验都他妈是你真金白银砸出来的，
那是活买出来的，他可不是在小红书上就他妈能自学成才的。这里面的坑坑道道，就即便是干了珠宝几十年的老行家都不敢说自己摸清楚了，更何况那些连珠宝里都含有什么品类都不清楚的小白门外汉呢？这个世界上95%的珠宝是不能升值也不能保值的，它只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佩戴美观。但是这个功能也很重要，因为它服务了很多人的情绪与自信。那你一定很好奇，什么珠宝能具备这种功能呢？什么样的珠宝能够一边戴一边升值，双重满足呢？精品珠宝。叔叔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很多女生她想买一个3克拉的红宝石，打开小红书，打开抖音，打开淘宝，多少钱都有，1万2万的有，3万5万的有，8万9万的也有，他们远看都大差不差，尤其对于不懂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他们戴上漂亮吗？当然漂亮，相当娇艳。但他们能给你挣钱吗？大概率是不能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3卡红宝石能给你挣钱呢？全镜玻璃体，不偏色，无瑕疵，送到 GRS 能够拿到主证歌血，产地为缅甸，3克拉100万人民币，它能给你挣钱，你买吗？如果你只买这种珠宝里的尖儿货，我告诉你，你铁定挣钱。而且如果你手里的藏货都是大克拉的，都是5卡、10卡甚至20卡，或者是更大卡的，但是品质却保持这么顶尖级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但能挣钱，而且你挣的还非常的傲慢，你根本就不用发愁将来有一天卖给谁去。因为随着时间推移，您这种掐尖的好货，未来骚扰你的人可能是各大珠宝商，可能是各大拍卖行的业务经理，甚至也有可能是卡地亚，是 Harry Winston， 他们想跟你买。你要多少钱，多少钱就是市场价。所谓的市场价是不包括顶尖货品在里面的，因为顶尖货品没有市场价。听懂这个逻辑了吗？也就是说，珠宝投资，你必须站在珠宝这个世界的金字塔端，也就是那5%里面。如果因为你的能力，或者是因为你的不专业，或者是你遇到了坑人的商家，使得你站到了95%的那个大队伍里面去，你一定要安慰自己说漂亮就好。再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叔耳朵上和手上戴这一套是现在非常红的一款顶流珠宝，叫沙弗莱。沙弗莱曾经是一种小众珠宝，它是石榴石里其中的一员。在很多年前，它并不是十分值钱，但是我却对绿色极其的钟爱，因为我不喜欢祖母绿，我认为它多包多裂不干净，我喜欢晶莹剔透的东西。于是乎，我发现了沙弗莱。在我发现沙弗莱的时候，沙弗莱普通的货只需要1到2千一卡，但是我说我不要，我要大克拉的。别人就跟我科普，沙弗莱很少有大克拉的，
因为它是16石，它是点状结晶体，它不容易生成大克拉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不但要大克拉的，我还要全镜的玻璃体，不能有任何的瑕疵。于是乎，我当时的某一个设计师就帮我找到了我手上的这一颗沙弗莱，7.2卡，但是有10卡的台面，很显大。在沙弗莱整体的价格只是2到3千一卡的时候，我花了1万元一卡去买了这颗戒指，又花了2万块钱工费找设计师把它定做出来，也就是这一枚戒指整体在2021年初的时候花了9万元人民币。而今天7克拉全镜玻璃体的顶级完美沙弗莱一颗裸石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至少50万，而且你可能买不到。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地告诉你，你肯定买不到？因为我就是卖沙弗莱的。沙弗莱的产量极低，只是祖母绿的5000分之一，而且99%的沙弗莱都是1卡以下的。大卡且是大卡以上的顶尖级，色、净度、切割、高度完美的凤毛麟角，一颗难求。而在当今亚洲的珠宝市场上，绝大多数3克拉以上的完美全镜卡扎尼色沙弗莱，大部分都在夏荷和夏荷背后那500-600个顾客手里。如果有一些对宝石有所涉猎，又同样和我一样特别看好沙弗莱的人，可能这时候想问我，叔，那你能卖给我点儿吗？最近的出货时间可能是在明年上半年的北京国际珠宝展和明年9月份的香港国际珠宝展上才会把这些宝贝拿出来集体亮相，所以我也在收获之中。说完这一大堆林林总总的理财经验，横跨20年，我相信你们也没什么好参照的，就当听我说书吧。